今天我们来聊聊男性健康中一个隐秘又重要的话题——前列腺癌。对许多男性来说，前列腺就像自己的生命线，平时或许毫不起眼，但一旦出了问题，轻则影响生活品质，重则威胁生命。然而，很多人在年轻时并不在意，等到晚年饱受折磨时才追悔莫及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到了下半生，你因为前列腺癌而频繁进出医院，经历手术、化疗，甚至失去幸福，那种痛苦和懊悔将难以言喻。而更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一切本可以透过提早改掉坏习惯来预防。医生郑重奉劝所有男性朋友，想远离前列腺癌的折磨，务必及早改掉以下4大恶习，千万别等命根子坏掉了才后悔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前列腺癌的可怕之处。前列腺是一个位于膀胱下方，包围尿道的核桃大小腺体，被称为男性的生命线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它本就容易出现问题，例如发炎或增生。而前列腺癌更是男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。早期的前列腺癌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。等到肿瘤逐渐长大，男性可能出现排尿困难、尿频尿急、夜尿增多等下尿路阻塞症状。再进一步发展，癌细胞转移到骨头时，会引起剧烈骨痛，甚至病理性骨折。到了晚期，患者可能面临腰背疼痛、难忍、尿失禁、持续血尿，甚至连基本站立行走都成问题的悲惨境地。另外，前列腺癌和男性雄激素有关，治疗时常需要手术或药物去除雄激素来源，这意味着可能丧失性功能，对一位男性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简而言之，前列腺癌会夺走男性作为男人的尊严和生活品质，让下半生在病痛与遗憾中度过。好消息是，前列腺癌的预防其实远胜于治疗，而且有相当高的治愈率。若能早期发现，许多研究指出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大幅降低罹患这种致命疾病的几率。我们完全不必坐以待毙，任由命运摆布。现在就让我们深度剖析导致前列腺癌的4大元凶习惯，了解它们如何一点点侵蚀你的健康，并学会及时改正。希望看完这篇文章，所有男性朋友都能有所警醒，为自己的命根子负起责任。坏习惯1：烟酒不离手，毒害在不知不觉中累积。抽烟和酗酒恐怕是许多男性挥之不去的习惯。有些人会说，吸烟伤肺，喝酒伤肝，跟前列腺有什么关系？事实上，吸烟和过量饮酒对前列腺的伤害超乎你的想象，堪称是在体内埋下一颗定时炸弹。我们先来说吸烟。当你点燃一支香烟时，烟草燃烧会产生数千种化学物质，其中至少有60多种是明确的致癌物质。这些有害物质随着血液循环在全身游走，当然也包括前列腺这个角落。年复一年，烟雾中的致癌物会在前列腺组织中积聚，损伤细胞的 DNA， 增加突变风险。有医学研究发现，吸烟者罹患前列腺疾病，包括前列腺癌的几率是不吸烟者的1到2倍。换句话说，你每吸一根烟，不仅仅是对肺的一次重击，也是对前列腺健康的一次暗伤。更可怕的是，吸烟往往让全身处于慢性缺氧和氧化压力状态，这种内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癌细胞。如果你长期有吸烟的习惯，前列腺等同浸泡在毒池中，细胞天天受到刺激和破坏，日后演变成癌症的概率自然大大提高。再谈饮酒，适量小酌也许问题不大，但长期过量饮酒绝对是一大隐患，特别是烈酒、高度数的白酒、威士忌等，对身体的刺激和损害更强。酒精进入人体后，主要由肝脏代谢，但当摄入量太大时，酒精及其有毒代谢物如乙醛会在体内积蓄，损伤多个器官。对男性而言，经常酗酒可能会导致雄激素水平异常波动，干扰前列腺细胞的正常生长周期。此外，酒精还削弱免疫系统，使身体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下降。经常大量喝酒的人，其前列腺组织常年处于一种发炎的状态。很多人爱喝酒，又爱吃烧烤、油炸和重口味下酒菜。酒精加上这些不健康饮食，我们稍后细谈，会让前列腺反复充血、水肿。一开始可能只是前列腺发炎，
排尿刺痛，久而久之，慢性炎症环境容易诱发细胞癌变。如果再合并抽烟这个习惯，那更是双重毒害。烟酒联合使得全身细胞都不堪重负，前列腺更是首当其冲。或许你身边有人不以为意地说，我抽了一辈子烟，酒量惊人，不也没得前列腺癌吗？残酷的现实是，幸存者偏差不值得侥幸效仿。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有些人确实撑得久，但许多人已经在中年甚至壮年因为这些嗜好付出了代价。前列腺癌的发生并非一朝一夕，往往是习惯积攒出来的结果。吸烟和酗酒就是在为日后埋雷，让本来健康的前列腺细胞慢慢走向失控变异。当某天炸弹引线被点燃，你才猛然醒悟，为时恐怕晚矣。听到这里，如果你是个烟酒不离手的男人，也许内心会有些不安。别灰心，现在开始戒烟，限酒仍然不迟。戒烟能够明显降低多种癌症风险，包括前列腺癌。至于喝酒，如果一时难以完全戒除，请至少严格限量，偶尔小酌可以，但切忌酗酒成瘾。想着你的健康和家庭，为了将来不受病痛折磨，现在就做出改变吧。每少抽一支烟，每少喝一杯酒，你的前列腺都会感激你，离癌症远一步。坏习惯2，久坐不动。你的前列腺正在闷着受。现代生活中，久坐几乎成了一种常态。办公室白领一坐就是一天，回家又瘫在沙发上玩手机。学生族买手书桌，做功课游戏。开车族长途驾驶一坐数小时，甚至退休在家的长辈也爱长时间看电视不动弹。然而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长期久坐对男性前列腺的伤害极大，以致医学界有句夸张但发人深省的说法，久坐1小时等同于抽一根烟。也就是说，长时间坐着不动的危害不亚于吸一支香烟，而前列腺就是在你久坐时悄悄喊救命的器官之一。为什么久坐会伤害前列腺？原因很直接，盆腔血液循环受阻与长时间压迫。当你坐着的时候，身体重量压在臀部和下腹，前列腺正好夹在中间，长时间处于被压迫的状态。想象一下，你在座位上一坐2-3个小时不起身，前列腺就像被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小黑屋里，透气不良，血液回流不顺畅，局部温度上升。这样的环境特别容易引发慢性充血，前列腺一充血，腺体会肿胀，腺液排泄不畅，就好比海绵吸满了水却挤不出去，非常难受。很多上班族、司机长期久坐的人，到了一定年纪就饱受前列腺增生或炎症困扰，与这种长年累月的积累脱不了干系。更糟的是，久坐往往伴随着缺乏运动。现代人忙于工作学业，经常除了坐还是坐，很少刻意锻炼身体。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全身新陈代谢变慢，血管弹性变差，免疫力下降，盆腔的静脉血容易瘀滞，前列腺就像浸泡在一滩死水中，一有诱因，比如细菌感染或其他刺激，就容易发炎。更有研究指出，缺乏运动和肥胖也与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增加有关。运动不足的人通常体脂较高，肥胖会让雄激素、胰岛素等水平失衡，这些变化可能促进前列腺癌细胞生长，而运动能提升免疫监视功能，帮助身体清除突变的细胞。一增一减之下，久坐不动的人当然比经常运动的人更容易中招。还有一点，男性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，长期骑自行车，若姿势或车坐不当，也会对前列腺造成类似久坐的压迫伤害。我们并不是说骑车不好，而是长时间骑行，尤其山地车、竞速车那种载硬的座椅，会直接压迫会阴部、耻骨和阴囊之间的区域，引起前列腺及尿道反复摩擦、震动。很多职业自行车选手或骑行爱好者，如果不注意休息调整，久而久之可能出现会阴部麻木、排尿不适等问题。当然，适度的自行车运动对心肺有益，不需要因噎废食，只要注意选择专业的减压车座，适当休息，就能降低对前列腺的影响。所以，如果你是长时间坐办公室或驾车的人，一定要警惕做出问题。请牢记以下几点简单却重要的改变：每坐1小时左右就起身，活动5到10分钟，伸展四肢，走动，促进盆腔的血液循环。工作忙碌时设个闹钟，提醒自己动一动，千万别懒，
平时下班后养成运动习惯，每周至少进行3次中等强度运动，例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健身操等，每次半小时以上，不仅有助控制体重，还能提高全身的代谢和免疫功能，让前列腺保持通风，不再郁闷肿胀。研究显示，经常运动的男性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显著低于久坐族，哪怕已经得病的患者，保持运动也有助于改善预后。运动对身体的好处无需多言，对男性而言更有一层特殊意义。活动双腿的同时，其实就是在按摩前列腺，赶走淤血。别再做沙发土豆了，为了您下半身的性命和命根子，动起来吧。坏习惯3，众口难改高脂高辣的不良饮食习惯。民以食为天，中年以后的很多男性对饮食特别有自己的偏好，有人视肉如命，每餐无肉不欢，有人无辣不爽，麻辣火锅、重庆烤鱼、香辣串串，样样不离。逢年过节或应酬更是大鱼大肉，杯盘狼藉。不知不觉中，饮食上的这些重口味习惯可能让你的前列腺叫苦连天，甚至悄悄为癌细胞铺路。首先要点名的是高脂肪、高热量的肉食。现代研究已经证实，过量摄入红肉和饱和脂肪会增加前列腺癌、胰腺癌、大肠癌等多种肿瘤的发病风险。红肉如牛肉、猪肉、羊肉虽然美味且富含蛋白质，但其中的饱和脂肪含量也高。如果每天大鱼大肉，蔬菜水果却吃得少，人体摄入的总热量超标，脂肪过剩不仅会引起肥胖，进一步增加前列腺疾病风险，还可能直接影响前列腺细胞的代谢。高脂肪饮食会刺激身体产生更多的雄激素和类胰岛素、生长因子等物质，这些激素类物质就像肥料一样，可能促进潜在的癌细胞生长。另外，红肉在消化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致癌代谢物，烧烤、煎炸方式烹调肉类时，更会产生苯并芘等强致癌物质。当你大快朵颐烤肉串、油煎牛排的同时，也许不知不觉吞下了对前列腺有害的定时炸弹。如果长年累月摄取过多红肉，而纤维摄取不足，肠道菌群环境也会改变，代谢出对身体不利的化合物，这些物质可能进一步加剧前列腺的癌变风险。再来看看辛辣刺激饮食的影响，很多男士无辣不欢，爱用烈酒和重辣菜肴吊食欲。辣椒本身其实有一定健康益处，富含维生素和提高新陈代谢，适量吃无妨，但过度嗜辣对前列腺可不友好。辛辣食物入口后会使全身血管扩张，血流加速，导致前列腺反复充血。短期内你可能感觉浑身发热汗流，但长期看，前列腺在频繁的充血状态下容易发炎肿胀，特别是本身就有慢性前列腺炎或前列腺增生的男性，吃一顿火辣辣的麻辣锅后，往往出现尿频、灼热感加重，这就是前列腺在抗议了。至于烈酒、高度酒更是不能天天碰。前面提到，它与辛辣一样会强烈刺激前列腺，引发慢性炎症。同时，长期大量饮酒也容易导致肝脏受损、雌激素代谢失衡，男性体内雌激素相对升高，对前列腺来说并非好事。有统计显示，爱吃辣、爱喝烈酒且饮食清淡、蔬果不足的男性，前列腺容易反复发炎增生，常年处于这种状态下，更可能走上癌变意图。此外，高糖高热量的饮食对前列腺健康也没有益处，甜食和糖饮料吃太多会造成肥胖和胰岛素抵抗。而一些研究发现，高血糖和高胰岛素环境可能和某些肿瘤，包括前列腺癌的恶化有关。还有过量乳制品和钙摄入的问题。牛奶富含钙，有益骨骼，但有部分研究指出，过量的钙可能抑制体内维生素 D 的活性，而维生素 D 有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的作用。如果每天饮食中乳制品和钙补充特别高，也许反而对前列腺不利，适量则无妨。虽然这方面科学界仍在讨论，但我们奉行均衡饮食、适度摄取的原则总是没错的。总而言之，不良的饮食习惯为前列腺癌埋下的隐患一点也不比烟酒少。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呢？以下建议供您参考：控制红肉摄入，均衡膳食，不是不能吃肉，而是要适量搭配蔬菜。
营养学家建议每周红肉摄取量不超过约500克，尽量选择瘦肉，避免每餐都是大鱼大肉。同时，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杂粮，提高膳食纤维。富含茄红素的番茄，富含硫化物的大蒜，十字花科蔬菜如花椰菜、甘蓝等都被认为对前列腺有保护作用。平日餐盘里的颜色多样化，前列腺才有机会远离危险。少油少辣，清淡适度，做菜时尽量采用蒸、煮、炖、凉拌等方式，减少煎炸烧烤。重口味的调味料，辣椒、花椒、胡椒、咖喱等要酌量使用，不要每餐都辣的刺激。尤其已有前列腺不适症状的人，更应忌口重辣和烈酒，一时口舌之快，可能换来数天的尿道灼痛，实在不划算。可以尝试用天然香料，如姜、蒜、香草替代部分辣味，既提味又健康。保持健康体重，通过合理饮食控制总热量，避免发胖。腰围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内脏脂肪堆积，这会干扰荷尔蒙平衡，进一步危及前列腺。饮食上7、8分饱即可，少吃夜宵含高糖点心，把体重维持在正常范围。不要小看这一点，肥胖相关的代谢综合症与前列腺癌的恶性程度有相关性。维持健康体重等于从源头上减少隐患。适度补充有益营养。研究显示，一些营养素可能有助预防前列腺癌，如维生素 D、维生素 E、硒元素、Omega-3、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等。你可以透过天然食物获取，例如每日晒太阳合成维生素 D， 坚果和橄榄油提供维生素 E 和有益脂肪酸，深海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海鲜和全谷物提供硒。但切记适量原则，过犹不及。如果饮食均衡，其实没必要大量额外服补充剂，以免适得其反。调整饮食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改掉多年嗜好的，但为了长远的健康，值得一试。一开始可能觉得菜淡如水，吃不饱没劲，可渐渐的，你的味蕾会习惯清淡原味，新鲜食材本身的鲜甜反而更能品尝出来。而且当你采取健康饮食几周后，身体的反馈会让你惊喜，变得更有精神，体重下降了一点，尿尿顺畅了些，前列腺没有老抗议了。把每一次健康餐当作对自己的一次投资，日积月累，前列腺癌找上门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。病从口入这句老话千真万确，请牢记在心。坏习惯4，对前列腺的日常疏忽，忽视小问题，埋下大祸根。除了上述3大杀手之外，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习惯常被男性朋友忽视，但长期下来同样可能伤害前列腺，甚至间接提高癌变风险。我们将这些归纳为最后一大类坏习惯，对前列腺健康的日常疏忽。具体包括哪些呢？简而言之，就是没有好好照顾下半身该照顾的一切，该排的没及时排，该洁净的没清洁，该节制的没节制，该保暖的没保暖。别小看这些生活小事，它们累积的后果一点不小。我们逐一来看。憋尿习惯，不少人因工作忙、开会、开车不方便中途停，经常强忍尿意。还有人贪图一时舒服，明明膀胱胀了，却懒得起身上厕所。长期憋尿对泌尿系统的伤害是全方位的。首先，憋尿会导致膀胱过度膨胀，逼尿肌张力下降，时间久了，排尿反而无力，容易造成尿液残留。尿液长时间滞留膀胱，细菌更容易繁殖，引发尿路感染。而膀胱一感染，距离它邻居前列腺就不远了。细菌和炎症很容易扩散到前列腺，引起前列腺炎。特别是夜里有尿意硬憋着不去，有可能半夜膀胱逼，尿肌疲劳到无法收缩，出现尿潴留，当下就得送急诊导尿。长期反复的尿液积存和感染刺激，让前列腺组织反复充血、水肿，细胞处于不健康的环境，从而增加将来恶变的可能。因此，千万记住，不要憋尿，一有尿意就尽早如厕。工作再忙也要抽空方便一下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开长途车要提前规划休息站，千万别拿膀胱当水库一直存着。养成不憋尿的习惯，等于给前列腺减轻了一大负担。
饮水不足与憋尿常常相伴的是不爱喝水，有的人为了少上厕所就少喝水，殊不知这适得其反，水喝太少，尿液就会变得浓缩，颜色深黄，里面代谢废物和毒素浓度高，对尿路黏膜和前列腺都是强烈刺激。如果长期每天喝水不足，尿液中的结晶还容易沉积形成结石、肾结石、膀胱结石，这些结石在尿路滚来滚去，也可能伤及前列腺。而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，减少有害物质浓度，还能增加排尿次数，把潜在细菌冲走，降低泌尿系感染风险。特别是生活中喜欢喝浓茶、浓咖啡、含糖饮料，甚至抽烟喝酒的人，更应该多喝白开水去冲刷身体。不少上班族早晨一杯浓咖啡，白天闷头工作不喝水，到了晚上才想起补两口，这种做法对前列腺非常不友好。正确的做法是均匀补水，清晨起床先空腹喝一杯温水，白天每隔1小时左右喝半杯到1杯水，保持尿液清亮。当然，睡前2小时就别狂灌水，以免夜尿增多影响睡眠。只要饮水充足，尿路保持冲洗通畅，前列腺所处的环境就干净清爽，细菌难以滋生，毒素也不易积存，从而降低慢性炎症和癌变的风险。个人卫生不良，男性的生殖泌尿系统其实很需要保持清洁，但很多人羞于谈这方面问题，导致缺乏正确的卫生习惯，特别是包皮较长的男性，如果不注意每天清洗，包皮垢容易累积，其中藏匿各种细菌、病毒，不仅可能导致尿道感染、龟头炎，也可能逆行感染前列腺。有些中老年人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排尿不顺，常有尿滴沥在内裤上，更殷勤换洗内裤，保持干爽，否则潮湿温暖的环境滋生细菌，对前列腺康复不利。除了日常清洁，安全性行为同样属于卫生范畴。不洁的性交可能让性传播疾病早上升，例如淋病、衣原体感染等。这些病原体往往不仅侵袭尿道，还会顺道进犯前列腺，引起严重的前列腺炎症。长期慢性前列腺炎被视为前列腺癌的危险因子之一，因为炎症使细胞不断受损再修复， DNA 出错概率大增。因此，男性同志们务必要做好生殖健康卫生，每天清洗外生殖器，尤其是包皮下的区域。如有泌尿生殖感染，尽早治疗，房事上保持洁身自好，遵守安全性行为，避免高危感染。别嫌麻烦，这是对自己和伴侣负责，更是对前列腺的保护。性生活不当，人们常说节制有度，在性生活方面尤须如此。无论是过度放纵还是长期禁欲，对前列腺都不利。我们来看2种极端情况。其一，短时间内频繁性交或手淫，年轻力壮时精力旺盛，有些人不懂克制，在短时间内多次射精，这会导致前列腺长时间处于充血状态，腺体持续肿胀，来不及恢复就又被刺激，如此反复，很容易引发急性前列腺炎或加重慢性炎症。其二，长期缺乏正常排精，有些人性欲旺盛，却由于各种原因长期没有正常性生活，也不排解中断或强忍性冲动，结果前列腺液在腺体内不断生成累积，却没机会充分排出，就像水龙头漏水却被塞住出口，日积月累导致前列腺过度胀大充血，同样会诱发炎症和不适。长期禁欲者可能出现精液减少、质地粘稠，甚至夜间遗精频繁等现象，这其实是身体在抗议需要泄洪。由此可见，规律而适度的性生活对前列腺健康至关重要。适度的射精不仅不会伤身，反而有帮助前列腺排出陈旧液体，清除潜在致癌物的作用。有大型研究显示，每月射精频率较高，例如20次左右的男性，前列腺癌发病率比频率很低者更低。这从侧面印证了适当用比一直闲着要好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鼓励放纵，重点在有规律和不过度。对成年男性而言，根据身体状况保持每周1到数次不等的性生活或手淫，都是正常且健康的，但不建议1日数次这样的超负荷行为。注意性生活卫生，避免交叉感染，以积极愉悦的心态进行，
这样既满足了生理需求，又保养了前列腺。一旦发现每次射精后前列腺不适症状加重，则说明近期可能过频或有炎症，要及时调整频率并就医检查。贪凉不保暖，别以为只有老一辈中医在唠叨这件事，现代医学也有道理。前列腺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，受寒冷刺激时，交感神经兴奋，会导致腺体突然收缩，尿道压力增加。冬天天寒地冻时，有些人排尿特别困难，就是因为冷刺激让前列腺和尿道抽筋了。年轻小伙子喜欢冬天穿得很单薄，甚至露脚踝，穿破洞裤，殊不知下身着凉时，前列腺正承受考验。还有的人夏天贪凉，喜欢久坐在空调房，冷气直吹，下半身对着冷风久了也不好。再者，有些户外工作者直接坐在冰凉的地面或石阶上休息，这对前列腺来说是大忌。长期受凉容易引起交感神经反射性收缩，使前列腺腺体张力增高，腺管变窄，导致排泄不畅。日子久了，可能形成恶性循环，前列腺反复充血，水肿诱发病变。因此，我们提醒男性朋友注意，下半身保暖并非矫情，天冷时添衣护腹部和腰际，尤其是中老年人或已有前列腺问题的人，更应腿脚暖和。久坐办公室的，不妨备条毯子盖在膝盖腿部，千万别觉得自己年轻扛冻就无所谓，前列腺可是记仇的，一旦因受凉发炎肿大，治疗起来相当麻烦。忽视便秘，便秘似乎与前列腺风马牛不相及，但实际上有密切关联。当你长期排便困难、大便干结时，用力屏气解便会导致负压升高，直肠内的堆积粪块也可能压迫前列腺，使尿道变形受压，排尿更加不顺。便秘者常伴随骨盆腔静脉回流不畅，这会加重前列腺的充血状态。不仅如此，粪便长时间滞留肠道，产生的毒素也更多，有些甚至可能通过血液影响前列腺的微环境。因此，保持肠道通畅也是前列腺保健的一部分。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，培养定时排便的习惯，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软便剂，都能减轻因便秘对前列腺造成的连锁反应。上面这些琐碎习惯看似与前列腺癌没有直接因果，但请牢记，前列腺癌通常不是平地起惊雷，而是长期不良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慢性前列腺炎症、反复增生肥大都可能成为土壤，让潜伏的癌细胞有机可乘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把前列腺癌比作一场大火灾，那烟酒、久坐、恶劣饮食这些是明火，一下就能点燃危险，而憋尿、卫生差、性生活失调、受凉等则更像阴燃的火种，在地毯下缓慢烧着，你未必立刻看见火光，但整个房间的温度在不知不觉升高，一旦条件成熟，也会酿成烈焰。因此，预防前列腺癌就要从点滴生活细节抓起，不给癌症任何可乘之机。说了这么多，总结起来，导致前列腺癌的4大习惯分别是烟酒不戒、久坐不动、饮食不当，以及日常疏忽，如憋尿、不清洁、性生活不节制等。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幸全中，也勿需过度恐慌，但现在就是改变的最佳时机。人的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，只要认识到严重性并付诸行动，你完全能掌控自己未来的健康走向。或许有人觉得年轻时适度放纵没什么，要享受生活，等上了年纪再来后悔，似乎有点扫兴。但请想一想，真正影响生活质量的是疾病本身。与其晚景凄凉，在病榻上追忆年轻挥霍过的健康，不如现在就做出些许让步，为未来换取自在从容。改掉坏习惯并不意味着生活失去乐趣，你仍然可以品味美食，偶尔小酌，运动交友，只是方式更健康，节奏更合理。一旦你适应了良好习惯，反而会发现精神更好，工作生活更有劲，何乐而不为？最后，除了改变生活习惯，还有一件事，男性朋友务必要记在心上，定期体检，特别是前列腺检查。前列腺癌早期往往没有症状，只有透过检查才能及早发现苗头。医生建议50岁以上的男性每年至少做一次前列腺健康检查，包括直肠指诊和抽血检测 PSA 指数。
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前列腺癌筛查指标，只需抽几毫升血便可测得，非常方便。如果你的父兄有前列腺癌病史，属于高危人群，建议将筛查年龄提前到45岁左右开始。定期的检查能让我们在癌症还处于萌芽阶段就将其发现并扑灭。即使真的不幸查出了早期前列腺癌，也不必恐慌。透过手术或放射治疗，大多数早期患者是可以治愈的。现代医学的进步已经让前列腺癌不再是绝症，前提是你别让它发展到无可收拾的晚期。所以，请给自己的健康上份保险，养成良好习惯是主动防御，定期筛查则是及时补救。各位男性朋友们，前列腺健康关系到人生下半场的幸福指数，不要让不良习惯成为侵蚀你生命线的毒药。现在开始戒烟限酒，多动腿脚，清淡饮食，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别不好意思关注那些难以启齿的小问题，及时改正疏忽之处，给自己的前列腺一份关爱，它将回报你充沛的活力和长久的健康。想象几十年后，你依然可以笑对生活，携爱人漫步，公园和孙辈游戏，而不必受疾病羁绊，这将是多么幸运而美好的事啊！总之，远离前列腺癌折磨的秘诀很简单，改掉那4大坏习惯，调整生活方式，定期检查监测。从今天起行动吧，为了不让将来的自己追悔莫及，为了守护属于男人的尊严与快乐。记住，健康的命根子掌握在你自己手中，别等问题缠身才想起医生的忠告。现在醒悟，永远不晚。现在努力，未来幸福有望。希望每一位读完本文的朋友都能做出对自己有益的改变。您的前列腺会感谢现在懂事的您，您的未来也一定会因今天的选择而充满光明。